有请孙女士，有请。欢迎哈，结婚是2年了是吧？2年多了。嚯，21岁就嫁了？呵，可以哈。今天谁要来啊？我要来的。来干嘛呀？就是结婚这么久了，他一直不愿意跟我回娘家。就是要让他回娘家，是这意思吗？就是跟我一块儿回我家看看我，家人。哦，这么听起来就是他跟你娘家人的关系不是特别好，是吧？对。娘家住得很远吗？很近，2个小时就到。也有几百公里吧。那怎么不去呢？一方面忙呗，另外一方面就是心里头有点膈应。为啥有这种膈应呢？其实我们俩结婚之前都已经说过这个事儿，就是结婚之后他不强迫我跟着他回娘家啊，就是因为我们2个婚前从谈恋爱一直到结婚，他娘家人表示出来的那种种种的不屑、看不起、和不支持、不理解，导致我慢慢这个心里头都开始压抑了。你个小心眼子，人家把闺女嫁给你，还记这些仇啊？也不能算是我记仇吧。啊。要说这些事儿要搁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啥事儿？你说来听听。我一件一件说吧。说啊。那我媳妇儿我说吧。其实在家挺听媳妇儿话的，我是这样一个人。听话吗？除了这个事儿。其实我们2个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因为我2个算是一见钟情啊。突然有一天我在拍戏，他又给我发一短信，我给我爸我妈说我们俩谈恋爱了我对象是个导演然后需要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你爹是谁，你妈是谁，你的名字、你的身份证号、你的职业、你的公司、你的公司的这个营业执照，然后呢你的纳税许可证什么什么全都要，车牌号你有几套房，房子在哪儿是不是买的，有没有按揭，全都要问一遍让我在短时间之内必须给他，然后我挺不开心的。这有啥不开心的呀？因为我在工作，我说你能不能等晚上？他说不行，我妈急着要，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然后主要他要的也太细了，我的工作、我父母的工作、我姐，我们全家都要，然后好像就像审问坏人一样，我不知道我哪点得罪他妈了。不，人家就是想了解清楚背景，也没什么嘛，就是方式可能简单粗暴了点，是吧？对。后来给了吗？给了。给都给了，你还记仇？不是，这是起因吧？然后起因，就心里不舒服了啊，对，把我当个坏人，是这意思吧？再往后就是我们2家第一次见面吧。邀请他父母来我们郑州，可能是我安排了不周，当时我挺不理解因为啥？我觉得他下来挺方便。我们郑州有一个，像咱们天津有一个天塔，我那儿有个福塔也是挺有名气的。福塔下边的有个比较高端一点的这种户外吃饭的地方然后我媳妇儿呢又喜欢吃小龙虾虾尾这些了。我说既然想吃，咱就找一个郑州最贵的夜市，不挺好吗？挺好然后他父母就不乐意了吃完之后。闷不乐，也不知道咋回事。我还专门叫了我这个在郑州的好朋友，2个电台主播，2个朋友过来作陪。然后回去之后，他妈来了一句，一来郑州都让坐到那马路边吃饭。其实不是在马路边，是一个大院里边，也挺好，那环境都挺好。大家认知不一样，对，认知不一样，然后就给我落了一个赖名。我一听说这。我说，你说这一顿饭也花1000多块该喝了进口啤酒也喝，然后咱茅台也喝，得人家说你看这都是乡下人的请客方式，农村人怎么样，不给你当回事。其实不是，真不是我媳妇儿知道，但是她家里头人就不理解。可能想法不一样，也就随口一说，恰好不小心被他看到了。然后这去他家商量，说我们什么时候订婚怎么地。周口人的规矩比我们郑州还要多哎呀，其实我是一个挺喜欢这种文化礼仪什么了，但是一见面妥了，他们先问你们家要来多少人，来几辆车来几个男的几个女的，我们这边要找双倍的来陪这是我们的规矩。这显然比吃夜市周到的多。对，然后安排到那儿，他们周口的迎宾馆摆了阵仗也很大，也是茅台然后也怼上。因为那次我们去的人少，就我爸、我妈、我媳妇儿，我们4个回周口了，然后他们那边去了7、8个这不挺好吗？一家人吃个饭吗？过去挺好的，是挺好，刚开始氛围都挺好，然后聊着氛围就变了。咋了呢？因为就我爸喝酒，我得当司机嘛然后开始灌酒，就拿着那分酒器开始喝
这个老孟我们也不会喝啊，我们喝一口，你喝完就这样。他说来我们周口我们就这规矩，然后咔人家喝一下，来你的抽了然后都这样，都这样7、8个人敬，搁谁受得了？好，这一圈下好嘛，这一壶将近3两吧，这接二连三抽2、3壶，我爸就受不了。我爸今年都62了，那年60，搁谁心里都不心疼，心疼然后我给媳妇儿说，我说了，你给你妈说，这边我们都该走了，这也差不多了。我看我爸喝了半斤多，也差不多晕乎乎的。然后我媳妇儿给他妈一说，他妈没说话，他大姨、二姨直接撂我媳妇儿一句话：“你小屁孩，你懂啥？你别管，这是大人的事儿，这个就是要给他干翻。”就那意思，当时脸就红了，就对我媳妇儿都吼了。然后我一听见这，我当时都恼了，我说你这明显了就是欺负人呢，我就看不惯这种人，你凭什么你欺负我可以？你欺负我爸，我就不认了。人家是表示一个热情他太热情了，然后就接二连三的灌他们那样的，一喝。干了他们还到呢我亲眼看见然后我媳妇儿也知道，关键他们是车轮战，7、8个男的对我爸一个。但是我们那天来这么多人，也是想表达一下重视。对，总比在街边吃点东西好得多，对吧？后来呢？后来这还没建成，因为当时喝多了没有聊成，就是说今天不聊这个事儿，不聊他俩在一起不在一起的事儿，不管不说，咱就先喝酒。然后后来又去开始开价钱，很简单，我们开什么价钱？就是说我要娶她，我得给她家钱。聘礼聘礼都有。然后我们郑州那边的正常都是万里挑一，10001块10100这样比较吉利。然后他说我们这儿也是，我们这是百里挑2。俺爸说啥意思？120万起价，你开始往上添，然后还得有车有房，得写到他名下。主要还不是他父母说，是谁说了？是他二姨的丈夫二姨夫他说的。然后我说这事儿为啥你来说？他说我就管了。主要是我是单亲家庭，然后我是我妈养大的。对。然后我也是这些亲人养大的，他们是我衣食父母。听明白了，等于120万。对，还得有车，车有标准吗？车没标准什么车都行，几十万以上吧，反正那还是有标准。对，落差比较大，从万里挑1到100万挑2，那是真的不一样后来呢，给没给啊？没给嘛，肯定不没给不就行了吗？哎呀，这就是我比较，人家是拔个面儿，按老百姓的话说，这走个过场就完了，对吧？后来我们就是说订婚的时候，就去他姥爷家，咋说了？就是到他姥爷家之后，他姥爷搁那打麻将呢，搁那玩了。他要欣欣嘛，然后欣欣的男朋友还有他这个公公婆婆都来了，你不出来瞟一眼，继续打，连句话都不说，然后一打了半个小时40分钟，然后出来往那儿一坐，然后呢，这全程都是尬聊，我和他姥姥还有他小姨，今儿个天不错，可不了，今儿个太阳怪毒没有啥云彩，就是聊些这，等了半个多小时，这我爸全程了。给他姥爷递根烟，他姥爷了，砰就一口，刚点着就吸一口，连扔了3根，然后我爸也不给他递了，你爱吸吸不吸拉倒。然后他姥爷张开嘴，第一句话就是：“哼，恁是郑州哪儿农村呢？过来圈了媳妇儿了。”就张口就是看不起你你算老几啊你？你配不上我们家人。全程他们全家人都是这样的一个对我的状态，听明白了。他希望我媳妇儿嫁给一个公职人员、政府机关，这种上班的有稳定工作的，不像我这自主创业呀，还学了是艺术，然后干了还是艺术行业，他有点看不上。然后用他的话说，就是已经给他介绍了一个警察，然后他相中我这样的。说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行，怎么地，听明白了后来到底下了多少聘礼？我特好奇。没有给我家人，只给了我俩。对，只给了我们俩。给多少钱？没有他们家人想象的那么少，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然后这个钱是用来我们俩的自己这个装修房子呀、吃喝拉撒都有。说白了就没给人家下聘呗。给他妈了一点儿。
一点是多少？按郑州的规矩给的，按周口的规矩打折给的。对，按郑州升级给的。哎，郑州升级是个什么规矩啊？给了2万嘛。你直接说就给人家下了2万块钱聘礼，不就完了吗？那不是聘礼，那是就是我们去取的时候需要搁到篮子里头那2万块钱。臭小子，听明白了啊？他说的这些你能理解吗？能理解。是不是觉得有点受夹板气啊？有点吧。哎，真是娶了2年之后都没回家看看去啊？没有，不想啊，真不想。有啥事啊？真不想。那他心里会很难受吧？会，就是顶多就是我自己回去。然后去了之后，姐姐、姐夫他们都在，然后哥哥或者是嫂子也都在，就只有我一个人。那家里面人会不会说，确实这小子是嫁错了呀？就是我一回去，他们就很热情地问：“哎，梦琪怎么没回来呀？”就是自从我们结婚之后，他们都不会再跟以前一样了，因为之前也是感觉我年纪太小了，毕竟当时我还没有毕业。谁知道我们院还有一个和他同班同学，嫁给了比我还大1岁的那个哥，现在孩儿都比我们的孩儿都大了啊！你们还有孩儿啊？啊，都有了，有了一个小女儿。女儿多大呀？1岁，刚1岁。挺幸福的。还可以吧？那你还嘚瑟啊？我没嘚瑟呀！你占尽了人家的便宜，然后你跑到这儿来诉苦，还这么欺负人家？也不是，我不是说不愿意给他家和好，我是觉得他们咋说了，我愿意见和他妈他爸，我们都关系挺好了，只不过他非得让我回周口，他的老家见他那些群姨啊姨父啊，我不愿意。那为啥呀？就是因为他们没给过1次好脸色，从始至终。喝喜酒的时候给好脸了吗？没有。喝喜酒的时候给了呀。你快给了，喝喜酒当天还搁那闹了，这不好那不好，这不好那不好啊！当时一点一点的历历在目了，你一点一点温你的心。其实说白了就是看不好你，对，相不上你，没错，觉得你礼数不周到，不就这点事儿吗？还有就是觉得我太小，害怕耽误我学业，害怕以后不好找工作呀。遇见一个骗子怎么办？啊？认为你是个骗子吧？对，一直认为我是个骗子。现在还认为你是骗子吗？现在好多了。就是经过了解之后，就已经知道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哦。然后等到结婚的时候，也就都来了，也都看好我们了。啊。后来也都开始希望我们能好好的。然后他翻车了。我跟我丈母娘关系很好啊。看吗？他来郑州啊。我妈不会开车，她每次想见小孩都得自己坐车过来，那车也特别挤，特别难受。啊，你们咋不接一下？他不愿意回去吗？哎，这结婚以后和结婚之前，这男人变样了吗？结婚之前也没有感觉到，因为当时是我跟他一块儿力争要跟他在一起。然后我也跟他一块儿没有回家，但是结婚之后我就很想能2家人一块儿幸幸福福的吧。但是他都不愿意跟我一块儿回去。这爱老婆吗？哎呀，我没有不喜欢他父母，我就是不喜欢他娘家人背后的那群娘家人。你又不跟他们一起生活。是啊，那所以嘛，主任你说这句话说的特别对，我又和他不一起生活，我为什么要回去看他？可是他需要老死不相往来最好。他需要跟他们见面，他们曾经在他的成长经历当中帮过他，扶过他。对，难道我们不需要？他可以回去啊，我没有反对啊。你为什么不回去？我为什么要回去？你是她丈夫啊。因为我们从第一次见面到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他都不给我好脸，我为啥要回去？就是假如说要是你见到一个人，他啪扇你一巴掌，第2次见他啪又扇你一巴掌，连续一直到你最后一次见他见你一次扇你一次巴掌，你还要回去见他。倒回到2年前，包括你们谈恋爱的时候，刚刚20出头嘛，突然带了一个男朋友回来说我要嫁人的时候，那当然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冲突啊。干嘛那么耿耿于怀呢？你这样吧，你听听老师们的分析吧。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听过那句话吧？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是吧？对。现在可能他会伤心落泪，但是未来这件事情对他的影响就可能是对你逐渐失望。因为他会越来越觉得，其实你就是没办法接受他的家庭，那慢慢的他的家人会对你的非议越来越多，那这个问题矛盾就会越来越大，那之后的日子怎么办呢？
她既然是你的妻子，你娶回去了，就算你心里有再多的不甘心、不情愿的，但你也要接受这个事实。那如果你要没办法接受，当初你别结这个婚呢？你不能，你只要好的，不要不好的呀。因为一个人的成长环境里面一定是好坏兼并的。他的家人出发点也是为了让他过得幸福，为了让他过得好，那一定会把关。可能这个把关的方式是让人有一点接受不了的。可是你要看到他们的出发点，是不是？谢谢。谢谢张大老师。来，徐总，你觉得自己都占理，对不对？不是。哦，那你哪儿错了呢？我从始至终都是错的。明知自己错，不改。对。为什么？为了我心爱的姑娘，我就算错一辈子，我也得这样做。就是因为当时他们家要说我听着他们家的话，我肯定娶不了我媳妇儿了。我早就放弃了，但是我不。对。也就是说，当时他背后的姨和舅他们认错人了。我不是那样的，我会100倍的对我的老婆好，对不对？对。你一边在说看我们多幸福，当时你们认错了，你们错了。对。另一方面，在这件事情上，你的老婆是深受你的折磨的，她希望你陪她回去，希望真正的说你在他们身边你是对的，而让他们真正的愧疚是在于你的行动，而不在于说你跟他们揪这点小事儿。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你跟你父亲有沟通过吗？春节的时候，我的公公婆婆已经都想好了，带着我还有他还有我们的孩子一块儿回家，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但是他就不想不给机会。他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你很冷漠。他在这一点他幸福吗？他哭了呀。不要让这个错越捅越大，好吗？就这样，祝你们幸福。好，谢谢徐总。来，叶老师，我要认真的批评你啊。好。其实我相信大部分人能够感受得到，当初你妻子的娘家人为难你，不是真为难，他们是担心他没有学校毕业，一个比他大挺多的男孩，是不是会对他真的负责任？而现在我看起来你的表现，你可真的是欺负他。你不要笑，真的，我觉得这姑娘少言寡语的，就真的让你欺负了。这换成稍微厉害点姑娘，能让你在那儿叨叨，因为这样一件小事儿，当初这个娘家人，很多娘家人是会为难新女婿的呀，你没听说过吗？但你真的把我女儿娶了，对我女儿好，当初多难听话说你，以后就多好的状态对你。女生，我想说的是啊，你也愿意听她的，对吗？但是你看，现在因为回娘家这件事情，她就这样对你。等你将来再有点别的事情不顺他的心，他会怎么对你？在我们听起来这么小一件事情，他居然都不能顺着你，那还是能力不够，好吗？我希望你快快成长，我希望丈夫能够在这件小事情上不要再较真儿，更善良一点的对他，更尊重他的家人，好吗？谢谢。谢谢杨老师。来，涂老师。这个好男人呢，首先第一点不会让心爱的女人委屈。你爱他说的很容易，但其实爱屋及乌非常难。你开始上台的时候，你说的那些哇啦哇啦哇啦，我就在一旁听着啊。尤其说到他姥爷把那个烟扔3次的时候啊，我就在想那个场景，如果是我跟我爹在那儿，我也受不了。但后来就越听越不对劲。其实你在说他们家那些人很没素质的时候啊，其实最伤心的是他。你看不起他的出生吗？那我也在想，这么一群没有素质的亲戚，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知书达理，在场上表现得很娴静的一个女生？因为一个人跟她的出生是分不开的。因为我不相信是那样的一帮亲戚能够培养出这样一个孩子，因为你是单亲家庭长大，这些人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扮演了一些温暖的角色，很重要。我不相信你的姥爷和你的那些。他所描述出来的，在他认为特别粗野的、不讲道理的这些人，能够培养出你这样的孩子。我觉得他们内心深处应该是有自己的忠厚和本分。你的丈母娘老远跑来看自己的外孙女，主持人问说：“为什么要自己坐车来？”你媳妇儿都没有大声说，很委屈的说：“她不愿意接。”他都没有那样去指责他。我认为
他母亲给他教育的涵养很好，他都没跟你吹胡子瞪眼，什么都没有。你就看在这么一个低眉顺眼、小心翼翼的祈求你不要让他孤单隐之的，在那些曾经他的生命当中扮演温暖的角色的人面前，表现的自己过得不幸福，你都应该装孙子都应该去，就为了他，不为了别人，你都应该去，难道不是吗？你口口声声说我很爱我的媳妇儿，我要让自己过得更好，让他们都觉得自己瞎了眼，其实我是个很优秀的人，有什么用？你连这一步你都迈不出去，你连这个头都低不了，我还渴望你能拍出什么不朽的作品？导演最应该熟知人性。我说的是真心话，就你一上场哇啦哇啦说那些，我特生气。我说这个娘家人太没素质了。后来他一说话，我马上我心就软下来了。然后我就在想里面的这些事儿，我发现其实真正的傲慢是你，而他们的家人在最开始对你带有偏见，但最终依然把她嫁给了你。他们之后，我认为是没有偏见的，否则的话就不会一次次的问他，哎，孟琪为什么没来呀？那新来的姑爷为什么没来呀？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呢？你明不明白？你就为了他，你这一步都做不到，我们真的很难相信你能这一辈子对他好。放掉你内心的傲慢，明白了就自己去做吧，就这样。好，谢谢涂老师。对他的未来是什么样，你想过吗？你给人规划过？有吗？可以问他。规划过。那这点小事儿你能做好吗？不行。这样吧，从今往后啊，公公婆婆、大伯大叔、姑姑这条线的，咱也不来往了，行吗？没让他来往过。咱们从此以后不再来往了。可以。那就读吗？啊，可以。你这些人都不认了？不是，他愿意去就去，他不愿意去就不去，我从来没给他商量过。哦，所以又有道理了是吧？也不是，你看，永远都是我没道理呗。不是，我问你是不是？永远都是我没道理呗？是不是？咱不是来这儿吵架了，对吧？是。你就这么说吧。对。今天他们家的亲人怼着你的鼻子，把你骂死了，你还娶不娶她？我肯定还娶啊。为啥？因为我当时跟俺媳妇儿商量的好，我跟俺媳妇儿俺俩，你不就把他给蒙了吗？可以这样说，我骗了他，行了吧？我骗着他跟我结婚了，好了吧？那我就不说什么了。所以，这就是我们都觉得我是骗子嘛？不是，全世界都这样觉得。你看，我就是这样。不是怎么了呢你？我就是不开心嘛，因为到这个话题没法聊。你是骗子吧？他觉得是我就是啊，他觉得不是你就不是。对，无所谓。你是全心全意要对他好，对吧？对。那你问他幸福吗？你问他你这种状态他幸福吗？你问他嘛，我们不说。你说。你还真的逼问他？那你让我咋说哥？你就别说话了。那我不说话，好了吧？我扭过去。你这个时候你逼他说话，你让他说什么呢？那你说我咋说？你说我说也不对，不说也不对。就是不说话，听着。我不乐意听了啊！不乐意听咱不听了。我生气了啊！生气就生气吧，啊，行了。最后总结一句话吧，啊，生活里面咱们豁达一些，为了爱受点委屈也没什么，觉得不感同身受就不感同身受了，你就把我们都当成他的亲戚。我们还不如他亲戚的事情没那么亲嘛。录完节目你就不见了，你就记住一点，以后别让他委屈，别让他苦，让他真觉得幸福。你骗全世界的人都行，你骗他一辈子也没问题，他开心就好嘛。来，一起进入抖音真情60秒。我没啥说了，你说吧。其实我心里的感受你应该都知道，但是你可能不愿意去。不是，这个世界上不是光你会哭，不是光你为难，咱俩事其实你也比他们都了解。咱们今天说的1/3都不到，反正全程大家伙儿也觉得，你看，反正你们都对，就我错。可是为了以后，为了咱俩的未来，是不是能尽量的让我们两家都幸福一点？我没有让你家不幸福，他爱怎么幸福怎么幸福呀，好吧？
哎呀，来吧，我们一起打开爱的记忆箱，看看里面存了一些什么。请开箱。是什么呀？结婚证。我觉得我这辈子办了最漂亮的一个事儿，领了最棒的一个证，就是和我媳妇儿的结婚证。女生放的是什么？日记本，记录了我们一路走来的点点滴滴。希望以后记得永远都是快乐的事。谢谢两位，请回吧。来，请关门。你看你那傻不拉几的样，我知道你很幸福，但是我还是要劝你一句，他妈不容易，孤儿寡母在打他，所以你就看着他和他妈2个人的面子上，你不回去，让他们俩在家里真的没面子。来，有请我们的小话筒，有请。可以，谢谢两位。你赶紧答应人家，这个过年陪人家回去一次。答应我吧。你只要说了，他就特高兴。过年大点声。回娘家，带着宝宝。去不去？一起和家里人吃饭，见他们。见谁？见我所有的亲戚们。没有。